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我们来讲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哈。我觉得这10张牌看起来的话，我觉得，你最近生活应该，如果你真的选到1号牌了，你觉得很贴近。这个还应该很贴近你的话，应该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最近生活开始稳下来了，可是心却越来越空。如果你是这个状态的话，那1号牌非常贴近你的能量哈，因为我觉得整体的能量都围绕着一种慢慢的变热，慢慢的变熟，慢慢的才会成长，然后可是很真诚，然后可是会有一些很意外的惊喜的能量的靠近啊。那这个人会让你感觉到，一种被细心的对待，而且是非常热烈的哈，不是那种一开始非常疯狂燃烧的那种火焰了，而是会从日常生活里面慢慢的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那有一天，你可能会突然意识到，说它已经成为你生活一些固定的节奏了，有点小心机哈，可是非常的温暖了。那可是到了金币皇后跟金币骑士的时候，你现在的能量会吸引到的是一个非常稳定型的一个追求者。这组牌展开场之后，非常说的非常明白，这个会追求你的人啊，不是那种冲动型的，或是嘴巴甜的那一种极端的浪漫主义者。他的方式更像是一种生活里面的渗透，他会在完全不打扰你的情况下出现，然后记得你的习惯啊，然后记得你的一些肢体语言啊、风格、说话风格啊，很多表达这样。然后他应该会用一些实际的行动对你表达出他对你的在意，而且会非常明显。可能一开始你不会察觉他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因为他太有礼貌了。本质上应该会觉得他应该还蛮有礼貌的，然后还蛮会照顾人的哦。那他不会每天都像妈妈一样照顾你啦，他会适时的发现你需要偶尔帮忙的时候会出现，因为这个就本来就是一个金币骑士的特质嘛。金币骑士的特质就是一个持续行动，不间断，但是不着急，所以他不会在一开始决定要对你好之后，中途就会突然消失，他不会。他对你的追求比较像是一个，你就想想一条夜晚，一条很长的大马路，然后有路灯。你每次你走在这大路上，就会经过一个路灯，一个路灯，一个路灯，一个路灯。它的存在感比较像是帮你照亮这些路。然后你会越走，那个灯越来越亮，然后你越来越知道说，原来在这个路的尽头，你要遇见的是这个人。他的这个金币骑士的特质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最近生活中出现这样子的人啊，很细心啊，可是偶尔又有一点冷冷的、安静的做事情，然后很有条理，的话，我觉得那就应该就是他了哈。因为金币皇后象征的你是你已经有一种让人想照顾的一个气质，所以这张牌告诉你说，你给人的一种感觉是很温柔的，但也有一些界限了。你不会随便让别人靠近，一旦别人来，然后你也愿意接纳他的时候，因为你会知道说你是那一种会成为全心投入的一个人啦，所以你对于这一个不轻易的接纳对方这件事情的那个线，其实抓得很准。这也是为什么他那么热烈追求你因为你对于自己的原则啊、你的稳定啊、某种自我安静的力量啊，我觉得激发了他内心证明自己有能力配得上你的这个渴望啊。然后再到了圣杯骑士跟圣杯3，再加星星牌我觉得圣杯骑士出现的时候，代表这段关系已经慢慢从互相理解、互相帮忙、互助，已经有一些情感的连接。我觉得这个人会用一种很温柔，然后又明确、有目的性的，然后靠近他，就是他不是很心机的目的性，他是很明确的告诉你说，呃，他就是想要靠近你了他所有的对你好的方式，他不会用一种很朦胧的方式，他会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只是他的节奏不是像火能量会一直冲刺然后你们的关系从这种很淡的朋友进入到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应该就是说他会开始跟你讲一些自己的事情啊，找你分享一些他的事情啊，或是邀请你参加一些你没去过的聚会，他的朋友的聚会这样。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圣杯3的能量
他跟你的相处会进入到一种朋友圈的界面，他会想让你融入他的社交圈啊，他想用一种我们是朋友的这个包装来靠近你哦。但其实内心早就已经有一种新的靠近，是那种恋人的路径了哈。他想了解你更多，想要保护你更多这个情感，其实在圣杯骑士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那我觉得到星星牌这里出现的位置，我觉得它出现的特别关键的哈，这里比较像是说，他对于爱情的一种理想啊，情感的想象啊，哈，一种对于爱情的一种未来希望的这种愿景的感觉已经出现了。但是他这段关系哈，我觉得你出现的时间点，在星星牌看来，应该是在你跟他两个人有人对爱情比较失去信心的时候。所以这份爱情出现，这个人靠近的时候，在某方面来说，基本上也有让你重新相信爱情其实可以安安静静的出现，很稳定的出现，不会总是像之前这样子非常激烈的，然后害怕受伤的感觉。所以他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不会要求你做出很多的对爱情的那一种改变，然后他也不会逼着你要对他的付出做出一些很明确的回应。我觉得他会只用自己的一种节奏啊，一步步让你感觉到说他是可以被信任的，然后你是值得被珍惜的。我觉得整个过程有点像是你以为只是平常的一些日常聊天呐、然后有可能工作上可能是一起工作的，或是去咖啡厅什么坐在一起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可能。然后他就会突然用很轻描淡写或是很日常的方式跟你聊天说，你最近好像比较累哈，要不要我们去哪里休息一下，去散步啊，去什么的，去放松啊，去看大自然之类的。所以那一瞬间，有可能在这种很平淡的对话里面，你会发现说，哎，其实他很关心你，而且他关心你，观察的看你看得很仔细哦。因为他的这个爱情上面的热烈，我觉得他不是只是表面上的，而是你会发现，你慢慢发现说，他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关注你的很多行动、很多事情，然后他只会觉得在真正你需要的时候才会去做出一些行动啊。其实他是一种非常含蓄的啦，哦，可是他每一个对你的表达，他都要追求非常真实的，他不是想要玩弄这一份关系的。所以到了权杖八、宝剑六的逆位跟愚人牌哈，我觉得权杖八的出现代表关系应该会在某一个时刻就会有一些突然的发展啦。这段关系一开始的时候是慢慢的哈，但是一旦他觉得你们的关系有一点比较确定，在比较稳定的状况的时候，可能这关系就会往前冲了哈。可能他就会变成比较多的一些邀请，比如说要不要一起去旅行啊，要不要一起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课程啊哦。那权杖八出现的表示说，你们会到某一个阶段会突破或跨出暧昧区，他会很明确的让你知道他真正的想法、真正的喜欢。然后这里又出现愚人牌嘛，所以愚人牌代表了这一个动作之后会产生某种突破，跟你会蛮相信他带来的那个未来性。也就是说，这个人跟你相处到某一个程度上的时候，你就会期待相处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阶段或什么。其实他表达对你的喜欢越来越明显之后，你就反而越来越信任他，能够给予你一些蛮不错的未来哦。因为在宝剑六的逆位的时候，其实他原本也有一点犹豫啦。然后，可是因为他可能自己发生某些事情的时候，让他觉得说，如果他再不起行动的话，应该要错过你了。所以他在某个时刻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会突如其来的展现勇气，然后有可能会突然告白。有可能会突然邀请你去旅行，而且会安排一个旅行来跟你一起，或是在你心态上或心理态度完全没有准备好他要告白的时候，对你表示他的好感这些的哈。这个其实就是他前面这些安静的时候累积太久了啦，然后来的一个突然的一个爆发。因为这边终究还是有权杖八跟愚人牌嘛，所以他有一个爆发的点，只是还没有压到那个时候，所以压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有一个突然主动的表白或是邀请这样。那这一件事情之后呢，权杖八的能量就散开来了，就会有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它就变得跟你相处的频率比较高，靠近你的频率比较高，要约你出去的频率比较高，这样你会感觉他整个人的节奏都变了，好像终于放下了很多的顾虑，全力往前冲了哈。那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权杖
权杖8个圆环这里之后，他会往前冲，主要是因为他前面累积的不只是情绪上的压抑，还有一种什么，他慢慢的找到你对他的信任感，他发现可以了哈，因为他还是相信信任感才是最重要的。那权杖10跟女祭司牌哈，其实啊，这个信任感里面带来了什么？他其实愿意在你面前展现他的其实内在的某些脆弱跟真实的感情，然后他也想学习更加的成长，这样。这段感情其实他是有压力的，但是因为他本身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情感的人啦，所以他生活中可能背负着蛮多的压力，比如说工作、家庭或过去的阴影这些的，所以他对靠近你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真诚的，但是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在保护自己的心呐。所以女祭司牌则是在讲你这个角色，其实你会看得很清楚他的心意，然后也会感受出他的不安啦。你会知道他有的时候在逞强然后但是你不会戳破，你会给他空间自己消化自己的事情。因为这一件事情啊，他其实有发现，所以他更加的确定了你对他的信任，然后他也对你的信任，所以他也更加的确定是你是他可以打开心房的人，所以他才会慢慢的靠近因为这段关系在女祭司的角度看来，她的能量是两个静静靠近的人，没有什么很戏剧化的拉扯，然后都是在细节里面慢慢的越来越深，慢慢的堆积起来。所以她的真正的追求你的方式是那种不断的在时间和相处里面累积出来的一种温度啦。然后她很相信你去泡温泉这样子，那种温度是不知不觉的包覆在你身上，所以她也会慢慢的对你卸下他对于爱情的不稳、不肯定、不确定的那一种武装，然后会对你的感情从理性的观察，慢慢的变成比较有情感的表达。他会从想要保护你变成是什么，想要跟你一起生活的这种所以我觉得他整个能量的气场啊，其实是金币跟圣杯在主导的，是非常务实的，然后情感面也是表达的非常怎么讲精准，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务实跟理性与感性非常平衡的一组牌。它可能不是他不是那种让你心跳加速但让人不安心的那种人了。相反的，我觉得他是那种让你很想靠近，会有点想依赖其实当你开始信任他的时候，也是因为他在你身上感觉到你真的开始信任他，所以他会开始给，开始给，开始给。你会不知不觉或是后知后觉才发现，说自己对他已经开始有一些感觉了。只是你要自己要整理出你对他的感觉是那种信任上面堆积出来的吗？还是他给你的温度堆积出来的啦？所以我觉得他在前期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他追求你的方式比较像是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不吵不闹的待在你附近，或者给你一些你需要的支持。他不会强制植入非常多他的价值观，他不会这样子，他不会觉得你应该都要听他，他不会，他非常仔细的观察你需要什么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温度很持久很长，他是好像在你身边，你觉得他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也有事情就不会离开你的那一种人，这个才是他所制造的出来的那种浪漫。他会用很多的陪伴很多的关心的细节然后慢慢的堆出这一个温暖跟热度，然后你开始相信他，然后越来相信越来越多。是很实际的一个爱情的人啦，在爱情上面表现的这个人。所以我们在重看这全部的牌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的靠近你啦，他是用一种很稳定的行动然后慢慢的建立起你们的关系。那他的追求，其实我觉得在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就慢慢来了，就已经开始了。他不会立刻就展现出要追求他，你会发现他在日常里生活里面一直站在你附近，站在你身边，那就是他的追求已经开始。只是要到他确定是一种爱情的喜欢，要有所表达或表白的话，还算有段距离，他不会那么快走到那里所以从星星牌跟女祭司牌的能量，我觉得这段相遇其实不是什么偶然的。我觉得他其实在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你了，只是他还没有承认自己对你的感觉，所以在你眼里，他可能只是一个刚好出现在生活里面的一个新的人，或是朋友的朋友。但是讲明确一点，他每一次靠近你跟互动，都是他深思熟虑之后才做的，他没有那么莽撞，他不是靠情绪走的。他虽然一开始不会明确表达了可是他的起点他一开始就设定好了，他先以关心你的生活状态为主，先慢慢的融入加入你的生活里比较重要，也顺便了解你啦。
他的靠近比较像是一种不想冒犯你的感觉，然后他会用生活里面非常多细小的对话去累积他的存在感，然后慢慢我觉得你习惯之后，你会开始明白他其实有在表达他对你的兴趣了哦。整个追求的节奏前半段是慢的，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哈。那要到后面权杖八出现的时候，他才会突然加速了。我觉得这个人的特色哈，我觉得他是完全不喜欢暧昧这种感觉的。他要么就保持距离，要么就是直接展开。所以他确定要追求你之后，整个气场就会变了嘛。他会让你知道说他真的是很认真的，他是很认真在考虑一段关系的建立哈。那也因为宝剑六的逆位啊，权杖十的逆位的能量，让他在这个过程中一度感觉到压力有点大。他会担心自己太主动，他会担心自己太冒犯你，让你不自在哈。他怕被误会这件事，所以你有的时候会觉得他好像前进又退开，前进又退开，其实那个比较像是他在调整步伐了。那可是当你真的察觉到他对你的心意是喜欢的时候，你才会察觉到他这个前进后退。可是其实大部分以朋友的角度来说，你只是觉得他想跟你说话的时候，他才会出现。哦，这就是他很会控制这一个距离跟节奏。那我觉得安全感会出现，因为女祭司牌跟愚人牌这边有讲哦。但是这份安全感在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它成为某种挑战哦。因为你一开始可能觉得他太稳重，不够浪漫，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你才会明白说，这种稳重其实带来非常深刻的诚恳。还有很强烈的比其他人都更注重你的那些细节，然后你有可能你会突然发现说，他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更了解你，他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心烦啊，什么时候想静静的待着，什么时候需要人陪啊，然后有一天你就不再怀疑他是不是不够真心。这整个过程，你们相处的过程，就是其实也包括你的情感的慢慢的打开，然后两个人才会开始会有一些比较频繁的联络，或是有一些共同的计划旅行这样啦。然后这是已经第二阶段了，已经有一点点情感，有一点点交换了，情绪有点交换，故事有点交换的时候，那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情绪会跑出来，就是我们现在是在交往吗的一种暧昧的感觉哦。差不多到了这个感觉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权杖八的突破点要出现了，他想要去明确的确定一下未来的走向的关系哦。那到了未来的走向，那我觉得到后期，金币皇后跟圣杯能量的显示，的确啦，因为它是水土能量嘛，它是滋养的、有浇水的，在培养一些沃土的，所以它绝对是这份关系到后来一定是走向稳定的啦。他追求你的动机，从来就不是短暂的兴奋啊什么的，而是他是认真的想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我觉得他非常看重两个人在一起那一种很真实的陪伴跟信任哦。因为愚人牌跟女祭司牌在尾巴啊，它在象征说这段感情啊，除了让你开始相信说，爱情其实真的不用特意讨好谁，也能够很深刻的被一个人这样子从生活里面重视起来。它其实要让你知道说，爱情有的时候不是你去找就找得到，或是不是电影那样子，或是很奔放的，它真的是小小的在生活里面跑出来的。这一组我觉得它也不是所谓的日久生情，因为他其实一开始他就已经知道他是喜欢你的，只是他有他的节奏感，他就像我们讲的嘛，他其实也很小心的靠近然后他其实是有在一步一步的建立你对他的在乎。你要说心机嘛，可是我觉得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他其实对你的存在感是非常用心的。他对于你这个人如何呵护、如何靠近，他是非常每一步都非常用心的。所以在这个关系的追求里，你会学会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最浪漫的都不是那种热烈的追求，也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表白，而是有个人在你需要的时候会出现，然后还不用在你去要求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而且他还很愿意出现在你身边。其实这样子的人才是很强烈的安全感。其实他的出现啊，其实在你心底有在慢慢让你卸下各种的防备，他让你在很好的安全感里面重新感受到什么？原来你内在的心跳声是为了爱情而心跳的。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很暖的光在你旁边，然后它会支持你，甚至会照亮你一些阴暗的角落所以他这一个人的出现呢，其实有很多的功能性。然后再看一下那
其实我们刚回到权杖十跟女祭司牌这边有讲说，其实他其实跟你在相处里面的时候，他其实也有一点点想要依附你，因为他开始发现你对他的信任了嘛，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他会开始展现他对你的脆弱，然后跟你开始分享你们内在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一段还蛮重要，在你们的关系里面，这个是慢慢的打破了你们只是朋友的关系的一段，尤其就是女祭司牌这里，他开始告诉你说，其实他也是对于如果他开始跟你表达说，其实他对这种关系是小心翼翼的呵护，慢慢的靠近，他有坦诚，然后他有发现说，他其实内在很依赖你，因为他发现你的信任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精神价值。可是这一件事情其实也教会了你，爱情其实也是这样，慢慢的走到两个人交换内在的一种。可能过往的一些痛楚啊，在交换的时候，两个人才有一种互相接住的感觉。这段关系确实是一种两个适应的能量、适合的能量，在静静的靠近的一个过程。也许看起来好像是他在追求你，其实你也是在这样子慢慢的靠近他，不然他不会这么有自信、这么开心的往前追逐。主要是因为他真的有感受到你对他的信任，而且你还有慢慢的从他那边走来，所以他才慢慢的卸下自己的武装，从理性变成情感化，从想保护你变成他知道怎么去规划未来你们一起生活，他开始有这些想象。所以这一件事情不是只是他一个人促成的，而是其实你内心也在慢慢的认可他，他要接受到。好，那我们就乐观的期待吧，因为他说不定现在已经在你生活里面慢慢的在建立起来。如果你够敏感感觉到的话，你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哈。那你可以想一下哦。那这样，那谢谢来听我祝福你。来，我们现在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哦。以今天的题目，我看一下这10张牌哈。我觉得这10张牌跟第一张牌的不同是，第一张牌比较像是一个温柔渗入生活的一个安静的追求者了。那这一组的能量完全不同，这是一个会主动出击、行动力很强、情绪很外放的一个燃烧型的一个追求者。他不是那种闷着等待时机的人，而是那种看到你就觉得这个人我绝对不可以错过。他的靠近的速度啊，很有决心哦，甚至有一点点控制欲、掌控欲。他不是压迫你的那一种啦，而是一种想要把你放进自己的世界里，带领到自己世界里的那种强烈的欲望哦。那以密契主义的角度来说，你身上有一种光芒吸引到他了啦，因为权杖皇后、星星牌、圣杯一都有一种代表自然光辉的感觉在你身上。那权杖皇后代表是某种自信啊，有魅力哦，然后又有火能量的行动力强，所以你一定不是，应该说不是一定，是不一定哦，你不一定是外向型的人，但你身上有一种我明白我是谁，我知道我自己是谁的那一种氛围。那星星牌在这里，则是一盏明亮的灯哈，你出现在他人生某个有点迷惘的阶段，那就是在他现在，所以他看到你的时候哦。会有一种这个人好像有我缺少的光的感觉，因为我们常常说星星牌出现在相遇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是有一种指引的方向啦。所以我在这边，因为火能量、星星能量加起来，我觉得这一盏灯照亮了他现在的这个迷惘阶段啦，所以他心里涌现了圣杯一的这一个全新的情感出来，所以对他来讲，你就像他内心的一次的怎么 update 更新啦。他可能过去有一段感情，其实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哦，但是你让他重新感觉到有种心跳的感觉。那这个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这是他本能上，他就这样子进入到新的感觉里面了。他看到你的时候，和第一次跟你互动的时候，就有一种心理的反应，很明确，知道说，哎呦，这个是一个我已经走进去的新的能量里面了。他已经无法用选择的来去选择，说我必须要全部之前的东西都要准备好才可以进去。他没有，他现在没有办法做这个选择，他就走进去了哦。可能就是相处的时候，可能就你的一句话、你的笑容、你的做事的一个感觉，他就突然觉得他很想再靠近你，他心就这样被打开了啦。所以到宝剑8的逆位剑，宝剑的6号，战车牌，我看一下，这里有一些突破性啊，所以如果对着前面这个，我们刚刚说他不用准备好就往前的话，那就表示他本来不是一个天生外放的人啊。可是这里就是因为这3张牌想说出了你划破了他自己某种障碍，不是他设的阻碍哦，他心里某种对爱情旧的障碍这样，所以他突然发现说他过去情感的束缚被拿掉了，在宝剑8
逆位的位置的时候被拿掉了。那也有可能是他过去的感情有被拒绝，或者长期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给不了爱情，再也给不了重新尝试的勇气，这样，那这里就被划破了哦。那宝剑六跟战车牌代表说，当他心里对你有感觉想靠近，而且真的有靠近，特别去跟你多说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为了他自己做出一些很棒的举动了。哦，他已经从观望到有行动，从犹豫到有前进。哦，他已经在你出现的时候，因为你这盏灯出现了，他已经有点不同了。他会越来越积极，然后你会慢慢的感受到这一个刚认识人心的人有越来越积极的转变。有可能本来只是聊几句后来他就会有主动的邀约，然后会有具体的想要跟你见面的一些言语跟邀请会出来，然后他也会蛮直接的想要在不错的情况下，也想跟你确定说你是不是对他也有感觉哦，因为他不是很想玩那种暧昧跟心理战啦，他会直接就问了哦。因为战车牌的特质是那种直线冲刺的，然后确定目标就会往前的，所以他可能有一点鲁莽哦。比如说你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但是这种明显带着有一种很强烈的诚恳，虽然有点笨拙哦，可是他真的很诚恳，然后会让人有点难以拒绝。但是你还是要想一下哈，如果你想要觉得再慢一点，再相处久一点，或是再看看也可以，他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因为他想要的是一段很活络的关系。好，一种能够让他全力燃烧、全力投入的一种互动，所以你的出现的话，对他完全唤醒了他这一个部分了。那后面我们又看到还有太阳牌、圣杯国王、权杖四，这三张牌在爱情里面，其中一个出现能量就已经非常非常强了。爱情能量就非常强，三张全部都出现的时候，他其实出现什么？他其实很想让你知道，说他可以给予你很多的幸福感，然后他很想主动照顾。太阳牌跟圣杯国王的搭配啊，这是一个非常成熟、温暖的情感的能量。这个人不是只会用冲劲去追求，他同时会具有很强的情绪的稳定跟表达能力。他会表达很清楚他的感情哦，所以他很懂得让你开心哈。因为太阳牌代表某种开放、真诚跟快乐。我觉得他可能是那一种，他会一直逗你笑的人，然后他不会让整个气氛很冷场，然后也懂得给人家安全感的人，所以他有可能会一直努力的想要在你说出你需要什么的东西之前，他就能给予。他想要知道更多，然后圣杯国王的能量会在他表面活泼之下藏着那种很深的深情啊。他虽然很外向，可是他感情是非常专一的。当他认定你之后，他就会把你放在非常高的位置哈。那权杖四则是，他会有所承诺，他心里会先给自己承诺。告诉自己说，他只要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就是要追求那种稳定的关系，所以他其实不会短期的，就只是短期的一种热量而已。他会很认真，他不会那一种边走边看哦，他是一下去之后，他就会全力以赴的那一种，因为他会真的很想要一起经营跟未来打算一种关系，所以他带你去很多他熟悉的地方，介绍很多他喜欢去的地方，介绍他的朋友，或是提到他自己的未来的方向，希望你可以一起参与这些的。然后他希望你能够感受到，他真的不是玩玩，他是想要在一起生活的那一种，所以你会非常具体的在他的很多的行为感受他真正的那一种热情啦。譬如他会每天都很想见你啊，想传讯息给你啊，想知道你每天在做什么，会安排很多惊喜啊。然后我觉得他也会记得很多你的小习惯这些的哦。我觉得他会很明确的让你觉得说，这就是被喜欢的感觉。好，他会想要让你明确知道。那皇帝牌的逆位的话，其实这里翻出来逆位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点很特别的一个提示啦哈，就是我们看到他在外在非常有强烈的行动力跟阳光的感觉，其实内在其实还是一种害怕失去掌控的一个焦虑啦。其实他很想确定你喜不喜欢他，因为他讨厌那种不确定感哦。他在追求的过程中可能会表现得太主动啊、太快，或者想要第一关系都太早这些。其实他真的不是要压迫你或是逼迫你回答，而是他自己内心有一种不安。他可能会问你说：“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啊？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然后没有很长，回讯息什么什么之类的，哦，他其实不是怀疑你，其实他是害怕自己失去方向，因为他很怕这种不确定的感觉，所以你多多少少会在这个皇帝牌的你会感觉到说，他其实有一点快，但是你记得要跟他讲，你说太多，你要跟他表示说太多了，太多了，可以是慢慢的慢一点这样，因为这整组牌的火能量真的很多哦。那因为还好这组牌里面有星星啊。
好，星星、太阳、权杖十，都不是一种太烫的、太让人觉得不舒服的热能，都是不错的热能。然后皇帝牌却走到了逆位的位置，他终究能够感受到说，他其实太爱控制这整个关系的进步了。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他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说，其实太快了，太快，什么都太快，你觉得你有点喘不过气来什么，他会立刻调整，你不用害怕，你就跟他讲，不用怕产生纷争，因为他也想知道你当下最明确的心情了哦。那他也会发现说，其实你不需要被他保护，你只需要被他尊重。哦，他很快就会理解这一件事情，因为出的是皇帝牌，他其实理解人的能量很强啦。记得前面还有圣杯国王的能量，他其实也算是一个细腻的人。他只是希望你认为他是一个很懂得爱情的人，很懂得去给予爱的人。如果你感觉到太快太多的话，他一定能立刻接受的哦。所以这一段追求的感觉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安静的爱啦。而是一段被卷进去的一个爱情，它会让你有点喘不过气，是真的哦。但你又不会想逃，因为真的很舒服、很热烈哦，很安全。那它出现的时机，我觉得你们两个遇到的时机，可能有一个人正在低潮跟对情感倦怠的那一个尾声，至少会有一个人有。然后，他的出现很像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都照亮了，哦。那两个人都突然发现说，原来喜欢人跟被喜欢是这样子的感觉同时出现，然后你可能也会发现说，其实我也可以勇敢的去爱啊，去回应他。虽然他很直接，有一点冒失，可是你有真正感觉到他真的很真心，而且他还可以听你对于这份感情的调整。如果你也喜欢他，你就真心的跟他讲，其实可以调整到非常好哦。那因为这一组的牌是水火能量的融合嘛，你就想说它是一杯一杯的温水，一直让你们觉得很舒适的感觉，也可以变成是太阳雨的感觉。一直觉得天气太热了，就还是凉凉的那种感觉哈。其实你们的关系一直都在很平衡的啦，所以他很快很想催促，是因为他真的感觉相处的感觉很好，所以他很想要说尽快一点，因为他真的很怕那个不确定的感觉哈。然后我看一下，如果要形容你们刚开始相遇的话，我觉得一定有什么东西被点亮，心里的一些感受被点亮，以前一些忘记的东西被点亮。然后这一段感情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同时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爱情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很奔放的相处，但是却感受不到那一种压力或是想要占有只是节奏有点太快。其实你们可以慢慢去很多地方，只是他安排的很密集，让你觉得好紧哦，觉得自己的时间也没有。但是你跟他讲，他才发现说，哦，对，有点太快了哈。因为毕竟这一组相处是一种很舒适的相处，不是压力的啦。因为整组牌的能量都很好哦。那我们再重看一下这10张牌哈。我觉得这个人会在你重新开放自己的那一个时间开始出现，所以他其实这整组牌有一点点还是比较偏向于你在比较低谷的尾声，开始要往上爬，今天什么东西都要转换比较好的状况的时候出现。这样，他是已经一直在等待他让他能够完全心动的人出现了，所以他其实在某种爱情的角度上，其实那个部分是准备好的。那宝剑8的逆位，宝剑6星星牌这几张明确讲了的部分，好像是你对爱情有某种停滞跟自我怀疑的阶段哈，然后导致你长时间好像把对你要心动的感觉的标准拉得很高，但也没有不好啊，就是你觉得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可是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哈，他可能正在那一种有没有爱情也都不抗拒也不排斥的那种状态里面，所以他一看到你的时候，他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意料之外的一种奇妙的心动的感受。他一看到你，他会觉得奇怪，一切都变得很放松，而且心里有一种小火焰，就是我一定要认识这个人的感觉又突然跑出来。所以他会先用一种很轻松、很明亮、很舒适的方式靠近你，跟你聊天，自然的聊天当作认识你。他想要这种自然的互动的节奏，这样，然后你讲的话他都能够接下去，然后你们的对话都很顺。其实你们的价值观语境这都还蛮相同的哈。那后来可能认识之后，有一些事情他会自己去想办法找到你需要帮忙的部分，他会介绍朋友给你啊，他会知道说他可以怎么帮你啊，他给你提出很多意见什么的，他会用非常多的行动力哈，因为是战车牌跟太阳牌的结合，他会非常多的行动力，真的要主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来去把你们的关系拉紧。然后你一开始会觉得说他应该是对谁都蛮好的吧，然后你慢慢会发现说，其实他只有对你非常专注，他会记得你之前讲过的话，你喜欢什么东西，饮料啊、食物啊、各方区的餐厅这些的，还有你可能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比较烦躁的一些样子，他都还会记得，然后他还会跟你开玩笑、幽默一下这样。你会发现的话，他注意的细节很多，比其他人来讲他是更加的用心。所以这段关系
这段追求，我觉得很早就从暧昧直接进入情感确定的，因为他发现你们两个有不错的感情的时候，他很快就跟你确定说，那我们可以试着交往之类的嘛。他节奏很快因为权杖四啊、圣杯国王啊，让这段关系的推进充满某种很棒的安全感，还有很强的亲密的关系，所以你会很明确的感受到他想表达说，他想要花很多时间陪你。他甚至会说出说，其实我花这么多时间，其实我真的很想要了解你。他会讲得很明确，他不会长。然后他的行动节奏虽然快，但是很稳定。几乎每一次见面啊、聊天啊，都会比上次更进步很多、更深入很多。你会越来越更信赖他很多。你会感觉两个人的连接有越来越深哈。然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被卷入到一种不需要再怀疑彼此的一种很强的确定的感觉。那它会让你觉得说，他在爱情这个上面的时候，他是很不随便的，很扎实的去给予他的感觉。他不是那一种现在对你好，他就突然完全消失了好一阵子的那种，他不会这样，或是就人就不见了。突然就自己画了句点，他不是这样，所以太阳能量也在这段关系的初期感觉得非常愉快，笑声很多啊，然后会互相取暖啊，生活的气氛会被点亮，你甚至会怀疑说，这感觉是不是太顺了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幻觉了，因为他真的很懂得怎么用你们的相处的关系来维持一个温度那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皇帝牌逆位的这个能量的提示啦，因为当他越来越投入的时候，他真的可能会透露他内心的一种不安他可能会开始对某些表现变得有点太急、太不确定，觉得太过于检讨自己的表现。比如他可能会不小心让你觉得说，他是不是很想要掌控所有的事情啊、约什么的时间啊、节奏这样？那主要是因为他内在真的很害怕，他投入下去之后的焦虑，所以你这个时候可以安抚他说：“他说你不用那么急，他说我慢慢相处就好了，不用太担心会失去我，或是相处会不好。”他说你也会给回应跟他讲说，你也在好好的感受这份相处，他心里就会比较安心了。所以最重要的说，这个时候你不是要远离他或者指责他，而是要让他知道说，你们彼此都需要这个时间，慢慢的就好了要让他相信你，你也可以跟他讲说，你可以相信我，我们一起慢慢的感受这份关系的一种发展就可以了。其实他非常愿意学习啦。这份掌控感是因为他的心里很不安所以你只要告诉他某种清楚的一个界限，跟其实我们都在那个情绪的平衡点上，他就会很理性的跟幽默的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就会冷静下来而且这项相处，你也不要迎合他，然后你感觉到压力就跟他讲，你只要专心的稳住自己。你要觉得有点压力的节奏，他就马上跟他讲。我跟你讲，他会很自然的跟上你的节奏，跟你想要的那个节奏，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啊。他希望成为他能够给予最完美的爱的那个人，他心里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这个部分，他的这种紧张跟压迫，其实他是对自己施压，他不是对你。只是因为这样常跟你相处的话，他会难以控制要怎么收放这个情绪那整体的结构显示说，这是一个稳定的感情可是有点烫有点高温因为火能量真的很多，火水能量真的很多。那权杖四跟圣杯国王在能量的结尾形成一种情感会落地的状态，它绝对不是玩耍型的，也不是一种短暂的迷恋你而已，他是真心的，一开始就想待在你身边。因为太阳牌带来某种幸福跟一定会公开这份关系的感觉，所以他让你跟他感觉好，他最后一定会知道说，一定会让他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他选择的是你，所以他一定是非常认真的。然后他也想让大家知道说你有多重要，也希望能让你感觉到跟他在一起是很骄傲的。他心里是这样想的然后希望其他人能够祝福他，期待你们两个关系会好。他说他是非常每个细节都非常认真的，只是在皇帝牌逆位的时候有一层很深的含义然后其实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去指导他、纠正他、影响他，他都还是愿意的。他其实没有那么硬邦邦的，什么都他要的。他其实不是这样，他其实内心跟你在一起，他也知道他跟两个人在一起就不是一个人的生活，他也需要去学习相处的那种柔软啦。所以他一定会变成那种很愿意听、很愿意改、也愿意为爱调整的那种人。所以这个关系刚好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因为你而改变，而是透过你给他的爱跟他给你的爱这种双向的付出的时候，让他发现说，原来爱情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变得更成熟，不是他原本想的那个模式。如果我们要最后做一个小结论来去形容这个追求者的话，我觉得他很像，我想一下什么情景可以形容它很像大太阳底下的海浪每次海浪打上岸的时候，就有那亮亮的东西，它表面上就这样亮，让人觉得舒适很期待。可是它是一个深海，它底下是非常深情的。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不要被他表面的浮躁而以为他是浮躁的人，或是很浅的人，其实没有。他是一个
其实这边也没有翻出女祭司牌哦，可是我一直感觉到他有这种很强的灵性跟直觉的牌，因为他圣杯水能量很多水能量啊、权杖的那种生的能量还也蛮多的其实他其实内心其实是很在乎用直觉去爱的。他一开始喜欢你，他就用直觉去发现自己是喜欢你的，只是他习惯在很多的火能量用行动去证明。可是有的时候常常忘记自己内心的直觉是不想伤害你的，不想要去让你觉得压迫的。所以因为他的内在直觉很好很深，所以你跟他细心的坐着聊天，你的需求、你的感受，我跟你讲，他会听得很深入。而且他会觉得说你是真心的在用灵魂跟灵魂在跟他交流，他会很开心。所以他不是那一种跟你听对话的时候，他不会，他都没有接受，他只要自己的，他不会。他会非常的想要去改善，而且他不是用理性的他是用内心去体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跟我说？你一定什么？你心情上有点差，一定是这样想的。他不是完全理性，他是真的灵魂跟你有对话的。他一开始他说很多事情看起来不是很完美，甚至一开始会有点强势，节奏感很快。可是你跟他这种内心的很多的交流，你会看到他在一步一步的整个内心都变得比较柔软。相处越久，你会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温和，越来越软，因为他在跟你的节奏在达成一个频率的对称，然后他也会学习，你对他的那种方式，好，你怎么，然后你爱你自己的方式，他会学习你怎么爱你的方式。你对你自己也是这样温柔温暖的，对自己很舒适的，他也知道说，你是这样对自己的，他会学习你这样子的节奏，尊重你的节奏，然后会让自己这些硬邦邦的部分变得比较柔软，也变得比较稳定。所以在这段关系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就是他的出现，即便是这么热络这样子，可是你会感受到说，原来我又再一次被人这么渴望的感觉，很舒服。然后原来你不用去迎合任何人，你就会成为某个人的光，而让那个人还会变好。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我把自己弄好，也能让另外一个人变成他自己所想象中的那个好，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很舒适，可以做一种好的能量的交换。所以虽然一开始你出现的时候你是他的那个光芒，就没想到他慢慢的也变成你所期待的那个光芒。这样子，他所建立的两个人一起往外来走去的这个，你会就越走越舒适了。虽然他一开始的那一种热烈有点夸张虽然他一开始的表白节奏有点快，甚至有一点点好高骛远，梦想很大。可是你发现他确实是把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他就想要往那边走，因为他本质上有一种他不想放弃的感觉。就像我们前面一开始讲的，他为什么内在会不安、会紧张？因为他一旦投入的时候，他就是100%的投入，他知道，所以他自己会害怕。所以当你慢慢了解他心中是一个软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这种不放弃、那么努力靠近你的勇气是值得信任的好，那就这样，这个是2号牌的朋友那这组牌的好牌很多了所以我们就热情的期待一下吧乐观的期待一下吧。那谢谢来听祝福你。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一组牌比前2组牌的内容在更多的内在的反省跟更加的成熟。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感觉比较像是在夜空星空里面慢慢亮起的一盏一盏的灯，很安静，很让人发人深省，很深思很沉静，很内在探索但是一样真实了不会非常有远距离的感觉了。我觉得他不会一出场就大张旗鼓的要去表达说他有多爱你、多喜欢你、想要追求你这样，也不会让你立刻感觉到他在靠近你、追求你。他是那一种被你触动之后，其实内心就有产生非常强烈的坚定的感觉。那他是一个，我觉得人生经历过某些很深的低谷啦，很深的低谷之后，然后知道说付出感情、靠近感情，两个人双向的付出感情都是有代价的啦，所以他很慎重。所以他的那一种追求你的热情啊，不是只是在表面的，而是在于说他愿意，你我都重启那一种内在被封存已久的那一个冰冻的心啊。他希望两个人都能够找回那一种对爱情的很热烈的那个初始的状况。然后我在看到从审判牌、正义牌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从他的人生的某种转折里面走出来了因为这2张牌讲的就是人生的重启。他之前的关系应该让他耗尽了非常强烈的能量然后结束一个长期压抑的一个生活。那审判牌就是这样，他起来了，给自己一个第2次的机会。而正义牌是他衡量清楚，然后找到了最好的平衡之后，才走回这个比较正常的状态。所以
他确实在生活上面可能在人的关系或情感上面有被现实磨过了，所以他现在非常明白真诚待人、对待感情是应该要什么样子。所以审判牌所象征的重生在他内心其实一直在等着一个让他重新相信爱情的理由或人。然后正义牌所带来的最高度的理性他会在爱情靠近的时候不断的告诉自己说，他不能再被情绪牵着走，他必须要认清自己真正适合的人在哪里，不会随便的就进入一段感情。然而命运就是这样了就在他以为自己已经对各种事情都很麻木，把射线要求设定非常高的时候，他就遇见了你。他对你的感觉不是那种冲动而是有某种惊讶。他可能会在你做一些很自然的动作，或是跟你交流的时候，或是在旁边朋友相聚的时候，发现你一些微笑一些简单的肢体语言跟其他人的互动，他就觉得他心里有一种被召唤的感觉。那审判牌的号角就响起了啦，所以他那时候非常明白说，他前面的那一些设定重生的，找到相信爱的理由，理性的，不想被情绪牵着走这些东西他才在这一刻发现，真的已经准备好了，他可以往前进了。所以圣杯10跟圣杯4的逆位，在讲他要追求的有一种初期的最终位置、目的、阶段性，他一定要达到什么？就是他知道他自己一旦走进去的时候，他都不是暂时的啦。这个人会让你非常明确的感受到，他不是只是想谈一场简单的恋爱，他想要有一种情感，两个人都能够找到情感的归属。然后圣杯4的逆位代表说，那种个人的空虚已经苏醒了，因为他逆位了嘛。那种个人空虚、封闭、拒绝他的其他能量的东西已经苏醒了。他知道自己关上门，不接触爱情这件事情非常久了，所以他现在非常渴望一种真实的连结所以他追求带有一种很慎重的节奏。他也不会一下子就太热了，但他会让你知道他一直都在他跟你聊天或什么，他会愿意倾听，愿意等，也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这个人特别容易出现在你刚整理完情绪的状态的时候出现，因为你们之间会产生某种共鸣。如果你现在刚好是这个低谷，或是你刚好在之前的感情各方面正在整理之中，或是你整理到尾声的时候，你跟他的共鸣会非常强，你们的遇见的几率跟巧合度会越来越高所以当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你们都会知道爱情不是游戏啦，这个共识一开始就出现了。连测试探索都不用，一开始就出现了，从对话里面就会出现了。所以你们两个一开始都发现说，这个相处不需要花言巧语了，而是在对话之中就感受到彼此真正懂得对方经历过了什么。尤其他那边，你会发现他有一个更难以接受的经历，应该有，因为我这边所看到的某种低谷，他的低谷已经有一种深渊过进去深渊过的感觉，所以他的慎重感会超乎你的想象。那我觉得他会非常的自然的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他会，我觉得他，我再仔细看一下，他可能会在你在疗愈自己的心灵，然后去接触一些生活的简单的事情，把自己很多东西都着重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自己去逛街，自己去参加什么学习什么这样子，然后他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很奇妙的因为整能量的转向好像是他必须等你先转到某一个方位，你的视野转到某一个方向的时候，他就要在那边出现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困在一种旧的感觉的话，他不会出现现在一直在强调这里要转一下，很多时候都是啦，这个我觉得都不用再强调当我们你可以把它想成说拘泥以前的感情无论是你觉得以前的感情有没有机会回来，会不会有没有机会复合或什么的复原圆满这些的，当你还在拘泥思考怀念的时候，你的视野几乎很难遇到新恋人啦因为它有阶段性的，你还在拘泥以前的，而没有着重在自己的完整度变完整，这是两个不同的。有的时候我们着重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准备变完整变成新的自己，着重什么感觉都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感受是全部只在自己身上的。那个不只是疗愈而是提升然后提升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视野会转弯。转弯到那一种我找到了新的方向感的，这个已经是好几个阶段的了。所以你一直拘泥在以前的思考过去，那就不是在这个阶段，你已经在前的一个阶段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说，这里是你已经到专注自己了，然后已经要找到自己的新方向的时候，它应该就要出现了。这真主牌讲的是这个，所以它出现的时候，它其实有观察到你因为魔术师牌、宝剑侍者、权杖侍者都有一个创造全新的东西的一个状态出现。
这个人在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他观察你，他会发现你身上有很多很奇妙的特质是他没看过，他喜欢的，然后他也渴望的，可能他自己身上没有这个特质，然后他发现的时候非常在意，可是他对感情不会贸然行动，他会观察你，感受你，也许也可以当成是欣赏你啦，你的说话的方式啊，你的情绪的变化，喜欢的东西。你看从这点魔术师牌转世的这些都是一个起始的状态的时候，他能够观察你，表示什么？他其实没有离你很远呢，他已经在你附近了。无论是在工作上、网络上，或是朋友之间第一次见面，他其实在观察你。他可能有点太聪明，也有洞察力也不错，所以他可能有点在分析你是谁这样。所以他一开始不会立刻就表白，他会慢慢的靠近。确认气氛，确认跟你相处的气氛情绪，因为魔术师牌的那种沟通能力很强，他很擅长用对话去建立连结，所以你会发现，慢慢的发现他靠近的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或是你后来跟他相处，在回忆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发现跟他聊天不费力，或者现在最近已经跟接触他说，你其实就会发现跟他聊天不费力，他能抓到重点，你们的语境很相同，然后对话的时候有非常贴心的回应，这样。然后他理解事情也不是都在装懂啦，他是真的有在认真听哈。所以权杖侍者带来一种很年轻的热情，然后很理性，然后藏不住自己的情感。所以当他确定你是值得信任的时候，他发现你在信任他的时候，他就展现出很多的幽默跟行动，或主动邀约你一起去哪里啊，共同讨论某些兴趣啊，然后找很多借口假装跟你见面呐。他的追求方式是一种很低调的，但是会持续频率很高的这样。别人可能3天3分钟热度就冷了，他会一直维持，让你对他的关注。所以他不会一开始就展示那种猛烈的攻击啦，然后他会持续，他只是会慢慢的持续给你一些很明确的讯号，让你感觉到这份关系不是只是友谊啦，慢慢的已经在推进往爱情的路径上走了哈。他也会有一种自己的规划啦，他有自己的规划。然后金币2的逆位，金币7，其实这2张牌在强调什么？他即使靠近你的时候，他也不是完全想得一清二楚、很完美，或是很有自信呐。他也是在每次慢慢靠近的时候，他才在找到在爱情跟生活里面的那个平衡。因为他的生活从他原本只有自己，就多出了你，他多出了很多专注力在你身上。可是他在这个部分，他也在平衡说，如果要真的变成恋人的时候，他必须要花很多时间陪你啊，或什么照顾你。他也在这个节奏里面找到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分布比例。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快就进入爱情的关系，也不会那么快就去表达，因为他也在抓这个平衡感。所以因为金币2的逆位嘛，然后还有金币7，金币2的逆位代表说他原本的忙碌其实已经有点失衡了，然后你又加上你又出现，他必须赶快找回那个节奏。那金币7其实他知道说他必须要耐心的经营，无论是感情还是生活，才能够慢慢走到最好的节奏，才能够把时间分给你。所以他会用一种很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你的感觉啦，譬如说帮助你很多麻烦啊，提醒你很多事情啊，或是主动安排跟你见面，把时间安排在他的时间里，然后跟你讨论一下怎么时间见面比较好，不会强迫或什么，他会把它弄得比较生活化一点。那他的缺点的话，可能就是甜言蜜语没有很多啦，浪漫的感受没有很多，可是他的行动会让你发现说他非常重视这份关系。那这份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很有秩序，然后很有安全感。然后你完全相信他不会今天约完明天就不见了，他不是这样子玩弄的，他不是测试觉得不对就走这样，他会努力的去破解很多关系上面的一些迷雾或者阻碍，他会想要知道说解决的方案在哪里，然后因为他的热情都在里面，他很生活化。再来圣杯5的逆位的话，我觉得当他一靠近的时候，他就应该已经知道他不会被过去绑住了，因为其实你在出现前，他应该还有一些拘泥以前的过去。可是你一出现之后，他就立刻跟自己做了一个决定说，如果要往你那边奔走过去，就立刻要放下过去。2种过去，走过去跟放下过去这样。所以他只要愿意开始为你打开心，他就愿意去面对你出现之后的所有的不确定。所以前面的土能量才在那边建立很多平衡啊。因为对他来讲，其实走近靠近你，其实是一种勇气哦。因为这个人他有告诉自己说，他不能随便对人动心，他本来就不会随便对人动心，可是他也会在动心前再去审核一下自己的心意，因为他会非常100%的努力下去，所以他必须在出这一步的时候，他必须要深思熟虑，然后，他会表达很100%的真诚，他可能不会立刻跟你说我爱你，我很喜欢这些的，可是他会用等值的生活的事件、小细节、行动
来去跟你表达同质量的我爱你的一种样子，譬如都会在告诉你我在这里，我绝对不会远离你。这是他的圣杯五的逆位的那个匮乏感的补充，他不会让你感觉到他很远，他反而会让你知道说你永远都能找得到他。哦，那从这里，大概看了一个小结论，先做小结论，我等一下还要再重新回顾全部哈。我觉得这一个追求你的人啦，他从一开始看到你，他就已经开始有动作了。哦，很多确定什么的，他不是你现在熟悉的人里面，他是完全新的人。然后他是很成熟的，他对于一步一步靠近你的节奏是很克制的。可是他每一个靠近你跟你的互动，对他来讲都很深刻，他会记住哦。他绝对不会让你感到焦虑，他非常敏感你的焦虑哦，他也会非常敏感给予你的压力有没有出现。然后可是他每一步有在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全心投入，这样他其实一直慢。所以前面到朋友，然后到有点类似问你可不可以交往这段时间，其实他有一段时间哦，可是其实你会感受到他很认真哦。像他可能跟你一起约出去的时候，他会记得非常多的小细节，你喜欢的时间啊，可能喜欢吃的东西啊，喝的咖啡的种类，各种小细节会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其实也在分析整个状况，分析你，分析他，哦，然后可能你会觉得有点不浪漫，可是那个就是他爱的一个表达哦。然后慢慢时间沉淀之后，你慢慢会发现说，这个人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他是那一个终于是那一个要把你们两个一起带到那种稳定生活的那一个人，所以他前面的慎重是值得的，因为他非常确定要不要继续往下走，或者他确定说我们要用什么方法走，还可以走得更长久。其实他是很认真，从一开始他就非常认真哈。那我们重看一下4张牌，我觉得他这边还是有一点讯息是你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交错出现啊，或是相遇啦，很有机会是在工作场合出现，因为这边有强调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能够注意到你这个人的很多特质、很多优点，这个是让他有强烈印象的时刻。所以现在你生活、工作上各种状况的表现，就照你原本的方式就好了。因为现在对他来讲，他能看到的就是你最好的部分。然后审判牌跟魔术师牌的能量结合，意味着说这个人他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出现，他是你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讯号。然后他看到你的那一瞬间，就是他被叫醒的那一瞬间。他沉睡在你附近的能量很久了，他看到你那瞬间被叫醒，所以他不会错过你。首先他不会错过你但是你不会立刻注意到他了，因为主要还是他先看到你这样。然后他看到你之后，他就会有一种非常深沉的想要了解你的这个好奇心，然后他会自己去主动创造很多机会，然后所以你不用担心他出现的时候，他会做很多事情让你明确的感受到所以这段关系初期还是高度理智的，才会慢慢的走到情感，主要是他对于情感的拿出来很慎重啦，他也很不安啦之前可能真的伤得很重。所以宝剑侍者金币七的结合，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一定会让你发现我没有打扰你，我只是慢慢的靠近你，想要多了解你，然后才会让你明白一件事情是，他不会离开你啦，他会一直不断的给予你你能信任他的这个东西，然后他会慢慢的确定你有多信任他了，他才再往前一步，他真的不会去影响你太多了所以，如果要看到他某些靠近你的行动的话，我们可以从魔术师牌跟权杖侍者这个比较有行动力的牌去看到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会主动啦。他会安排很多见面的机会甚至工作上面的时候，他可能也会为了你提出很多更多的合作，这样他会有对你有特别明显的比较多的关心，他对你不太能掩饰自己的情感但是他内心还是有正义牌跟金币二的逆位的有所挣扎。他内心其实还是怕太快，怕吓到你。可是因为他本身的土能量很强，所以他的稳定性很高，处理这些事情的节奏感跟秩序感很高。所以虽然心里有害怕，可是他都会处理得很好。然后他还有一个特色是，他其实很能感受到你的反应跟内在灵魂的一个情绪，所以你对他的好感感受深浅度，他其实很明白，他不会美化。你喜欢或不喜欢他，很快就会感受得到，所以你对他可以很真实
那所以同样的，当你对他敞开很多的心房，他就会明显的放下更多的防备、猜测各方面的。然后圣杯十的能量其实一直在背后做很大的支柱，就是他其实很想让你慢慢的看到他对于两个人在一起有很多愿景。然后他也愿意去规划更长远的未来，他其实有在想这个事情。他从一开始靠近的时候就有在想这个事情，然后他也有可能会提出一些有趣的事件，比如说一起去旅行，或者是一起可以去学习什么。然后可能如果真的好不相处不错的话，1年后、明年后我们可以去哪里，可以去成长到什么程度？这样，他的内容都很务实，他就很像是送你的礼物，会比较偏务实哦。然后没有说都是一些比较虚华的浪漫的，他比较偏务实的。那如果你要更多的浪漫，你可以跟他讲，他会做调整。只不过他一开始靠近你说，他其实一开始就把你这个人的存在感纳入到他的人生的蓝图里了，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他可能之前的感情有一次给太多了，他已经有点乱掉，不知道自己该要慢慢有节奏。他这次是非常有节奏，你也会感受到那个节奏，其实你会觉得很安稳啦。再来，圣杯五的逆位在后半段其实意义非常重要。这段关系其实会有一种彼此疗愈的状况会出现。因为圣杯五本来在正位都是匮乏，可是到逆位的时候就变疗愈补充。而且他原本对爱情本来是很强烈的不信任感所以你出现的那一瞬间，我跟你说过，你把他叫醒了嘛？他突然间相信这一个就是能疗愈他的人出现了。他不是那一种会让你立刻心跳加速的那一个样子能量出现，可是你跟他相处，无论如何每一次每一步都会觉得心情很安定、很舒适。然后在他的陪伴下，你会放开很多自己的一种约束，你会感受到说很多事情不用特别完美，只要自然就可以了。然后你跟他相处的时候，焦虑的感觉会一直降低。然后你会开始享受这份关系里面的一个诚恳，因为他真的会非常诚恳，然后诚恳里面会带来很多的真实。然后圣杯10跟审判牌又结合了某种救赎的感觉，也就是说，你们内心在相处到更深层的时候，会发现说，两个人其实都是受过很重的伤的人啦。然后这一次是真的重新相信爱情会再出现，而且还重新疗愈。这段关系最后会达到一个高度的重视了，可是要慢慢的走，慢慢的经营。但是你不用紧张，他会安排，他会知道这个节奏，跟着他走就好了。所以你最近遇到一个人，好像蛮靠近的，会跟你很多对话或什么，好像可以他有一种感觉，要带领你去认识全新的世界，还有他所认为的美的世界或者世界的样子，你就跟着他走。他不会立刻要你觉得要确定关系，因为他也需要一些时间慢慢走到确定关系这里，所以你们就慢慢的往那里走就可以了，温温的往那里走就可以了。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我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一组牌比较像是那一种秋天里面有一点变凉，可是有点暖暖的阳光的感觉。然后阳光也不刺眼，可是总是在这种凉凉的季节都很舒适的暖进你的心里，跟春天的不太一样。因为秋天代表的是这个人的心事有点低调，不会甜言蜜语，可是会有一种慢慢的时间的感觉。好，这就是你们相处的感觉。他出现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好，那就这样，我们乐观的期待吧。好，那谢谢来听到这里。